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华融集团万亿债务风暴来临，那么中国债市神话正在破灭，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新闻啊。那么过去一个星期，包括像彭博社、华尔街日报像金融时报等这些非常重要的西方的这些财经媒体开始关注并且报道这个华融集团的债务危机啊。那么华融集团是个庞然大物啊，它是一个中央级的金融机构啊，直属于财政部，财政部占它的股权61%啊。那它是过去20年，它是在用政府财政信用融资，所以它的融资成本非常的低，它大量的举债啊。2个多月前，他的原来的董事长叫赖小民被枪毙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华尔街日报》说这个中国信贷市场几十年来有一个信条啊，央企如果遇到了麻烦，总会得到救助。现在投资者不那么确定了。伴随着对中国财政部控制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的担忧情绪升温，该公司美元债创纪录的重挫，引起人们对市场影响的蔓延的担忧啊。这是华尔街日报啊。彭博社说这么说啊。彭博社说啊，尽管华融表示能够获得流动性，并且正在按时付款，但债券价格显示，投资者正在为重组可能性做准备。这将是中国自19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啊。那么彭博社说，无论是否真会重组，华融债券下跌彰显了这个全球第二大信贷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啊。其实不是信贷市场的转变，是他们的看法的转变啊。那么可以说，西方投资者开始转变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看法啊。这个时候，其实中国信贷市场没有发生过重大转变，中国信贷市场一直是这样啊，只是彭博社认为中国市场只是他们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彭博社也好，华尔街日报也好，这个金融时报也好，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看法的改变，其实改变了什么？改变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看法啊。这个看法的转变意味着什么？正好和什么？正好和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发生变化，这个时间点正好相吻合。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啊。那么华融集团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啊，它的前身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是1999年11月8号成立的，大股东是财政部，财政部持有它股份的61.25%，另外一个股东是中国人寿啊，大家知道那是个国企。那么当时呢，就成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叫 AMC， 叫资产管理公司，专门用来承接4大银行。当时的这个国有大银行叫4大银行，是工商、建设、中国农业。这4大银行成立4个资产管理公司，然后把这4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卖给这4家公司，让他们去处置啊。所以呢，华融对口的是工商银行。他从工商银行拿到一大堆的资产包，这个资产包基本上用原价买过来，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这工商银行的这个账本就非常的好看，很漂亮，但是烂账全部都在这个华融啊。那么这家公司在2015年10月30号在香港上市啊，集资195亿啊。然后是到了2008年，2008年是证监会银监会银行监督管理会银监会的办公厅主任叫赖小民调到华融当总裁。然后到了2012年
赖小民成为这个董事长、党委书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华融就开始转变，那么他就开始由处置不良资产开始向什么？像这个资产经营、证券、银行、这个信托、租赁全干，变成一个，它变成一个这个全牌照的企业，变成了一家金控公司。那么2012年，当时的华融集团它的资产规模只有3000亿啊，到了2017年啊，这5年下来，这个资产规模就达到了18000亿啊，非常的厉害啊。那么到了2018年，这个董事长华融的董事长赖小民贪污受贿被捕，那么到了1月29号，赖小民被执行死刑啊，枪毙了。这是中国最大的一起这个金融行业的贪腐案件，他给华融留下了上千亿的坏账，但是其实这个坏账并没有搞清楚啊。到目前为止，华融的他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这上千亿块，不仅仅是这上千亿坏账的问题啊。那么到2020年去年的中报啊中期报告，华融资产的总资产突破17000亿，原来是18000亿，处置了1000多亿，然后现在还有17000亿，那么负债15000亿，那么其中借款余额是7000亿，借款啊。那么彭博社的数据啊，华融和它的子公司在境内外的债券规模啊，那么应该是420亿美元债券规模啊。那么赖小民就带着华融集团非常激进的扩张，用这个财政信用啊，低成本的融资，快速的扩张，直到2018年，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啊。那么赖小民的案件带来冲击，那么然后就清理到什么规模呢？中纪委网站显示，华融列入清理19家非金融机构的子公司，有2家清算注销，7家进入这个退出程序，同时还自行清理了100多家附属机构啊。那么2020年上半年，那么这个母公司的利润下降92%，只有2亿元利润啊。同期信达应该是建行的资产管理公司，就是接受建行的资产管理公司，利润是63亿。华尔街日报是这么说，他说华融追求的是一种突破性的增长模式。该公司年报称，截止2017年底的5年中，收入复合性增长40%。那么要说起来，这个数字比亚马逊同期的24%更厉害啊！如果说这样的扩张速度对于一家不良债务管理公司来说不同寻常的话，那就掩盖了关键的一点。这样一家杠杆率很高的公司，如果想生存下去，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啊。华融在截止去年6月往前的12个月里，仅现金的利息就支付了94亿美元。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断的借债，不断的融资是华融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不断的融资。这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个庞氏骗局啊。那么华尔街日报还说中国金融版图上到处都是背负着如山债务的企业，纯粹为了保持偿债能力而追求极快的增长速度大家明白了吗？你看哈，现在西方的媒体好像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
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中国的企业发展模式是什么？其实就是借债，不是经营赚钱不是经营赚钱。你可以看，你突然看见有些企业它不这么赚钱，但是它扩展速度非常的快，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借债。你看《华尔街日报》他们突然一下就明白了那么你看华融集团，它有这个17000亿的资产，总资产，但它中间有15000亿的债务然后它的净资产是1600亿，其中包括300亿的坏账准备，所以你可以看它的结构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构。目前它遇到了问题资金链出了状况，有可能债券违约，甚至有可能破产怎么开始的呢？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4月1号4月1号华融 H 股停牌，停牌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公告说，由于相关交易尚待确定，将延迟发布2020年年度报告。核数师需要更多的时间完成2020年度业绩的审核程序然后当天这个他停牌，4月1号停牌，停牌的原因是他没有办法，他要延迟公布2020年去年的这个财报他没办法公布财报，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交易，这个交易没有完成，所以他需要等待这个交易的完成，然后才能够让核数师就是审计会计事务所去审计他的报告那么华融4月1号停牌，财新网当天就报道说，这次年报的难产，就是没办法按时公布，是因为华融集团和他的主管部门向财政部和国家稳定委上报了公司重组的方案。公告所谓的相关交易，就是指这个重组方案，但是最终如何定夺，要这个当局决策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其中有一个传言这个传言怎么说呢？这个财政部正在考虑把他持有的61.5%的这个股权划给谁呢？划给中投集团下面的中央汇金。中投是个中国的主权基金，叫中投中国投资公司中字头这个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叫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一定必须中国政府使用，其他人不能用中国这2个字这跟封建时代差不多然后中投下面有一家企业叫中央汇金中央汇金也是中投其实是财政部的下属企业，但是它的运营呢归这个人民银行管，它主要是负责运作，负责中国的财政储备的投资所以的他拿着中国的财政储备中央汇金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机构那么要把它交给谁呢？划到哪里去？划到这个中央汇金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央汇金说法是中央汇金在处置债务风险上比较有经验那么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性是财政部觉得要跟这个有问题的企业保持距离，因为虽然是不是他亲自控股，但其实这一串的企业都是他的企业他只是保持距离也好而已那么受到这个年报财报的延期和重组前景不明朗的影响，那么华融的债券在海外的债券集体暴跌，并且带动了整体中资海外的这个债券的这个下跌4月12号开始，华融海外发行的债券集体抛售很多债券当天跌幅超过10%期限越长跌幅越大那么截止4月14号下午7点，华融有一笔这个票息是4.25%，票息就是1年的利息4.25%的永续债
永续债就是不用还的债，最新成交是55.6亿美元，比上一天的成交价格下跌了13.61%。3月31号，就是4月1号宣布延迟公布财报的这个前一天，它的价格是多少？它的最后成交价是103块，103块跌到了55.6亿，这叫暴跌啊。那么彭博社也明白了，他说什么？他是这么说，他说，随着中国政府减少对信用状况较弱的借款人的支持，以降低道德风险，国有企业取代私营企业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违约源头。那么惠誉评级机构显示，2020年去年，中国国有企业那么境内的债券违约达到795亿人民币规模创纪录，占这个总体比例的由原来的8.5%一下子上升到了57%。就是原来呢，中国的债券市场当中，国有企业的债券违约比例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原来真正违约的比较高的是民营企业啊。民营企业是前年18年开始，民营企业的债券违约一下子飙升，大量的民营企业债券违约，就是我们讲的2018年开始经济开始回落啊。经济开始回落的时候，民营企业之前借的大量的借债开始债券违约，所以2018年、2019年发生的最多的事件是什么？就是当地各地民营企业的龙头企业易主。为什么？他借太多债，资金链断裂，然后最后被国企收购，大量这样的事件发生啊。那么从去年开始，国企的债券违约一下子飙升到了57%啊。那么今年一季度这个比例上升到多少？上升到72%。所以国有企业的债券违约成为中国境内债券违约的主体啊，72%是主体啊。那么华为打响了另外一枪，就是华融集团，如果它发生债券违约啊，其实华融集团不是华融集团，其实应该是方正集团，方正集团的海外违约打响了第一枪那么现在彭博社说，现在摆在投资者面前的一大问题是，中国政府在化解隐形担保过程中愿意忍受多少痛苦。迄今为止，违约的国企没有一家被视为具有像华融一样高的系统重要性这个看得非常的准确惠誉评级的分析师张顺成认为，随着中国国企成为主要的压力源，中国信贷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他补充说，无论华融结果如何，决策者都可能允许国有部门更多违约，以减少道德风险，并培育成熟的债券市场。后面这句是胡扯，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图。他的意图是什么？他的意图是他根本承受不了。减少道德风险，中国政府没有道德风险，中国政府只有一个情况下，他就不救了。什么情况？是他救不了了那么，惠誉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国有企业境内的债券余额相当于3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国有企业在中国境内的这个借贷相当于3万亿美元，占总体余额的91%，也就是债券市场的借贷主体是国有企业它借了91%的债券。那么国际投资者主要进入的不是企业的债券市场，国际投资者主要是进入的是什么？进入的是国债市场。
就是政府债啊，就是中国政府的债。那么，但是现在开始有一些资本开始进入这个企业债市场，但是很少啊，但是很少。沃尔特10年前写了一本书啊，名字叫什么？名字叫《中国超长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啊。他当时就是在讲，拿这个4家这个 AMC 就是资产管理公司来说，他说4家不良银行，就是不良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已经被置于一个超越经济学或理性计算的资金自由之地啊。但全球投资者必须考虑啊，必须明白，他们是否真的应该参与到一个一切都归于不透明的政治阴谋的市场当中啊？而且他们很可能永远不会真正理解这个市场。说的非常准确，但是有点拗口啊。那么华融宣布这个延期发布年报之后，3大评级机构普尔、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先后都把它的这个债券就列入这个负面或者是下调它的评级啊。那么截止4月14号，华融集团在海外的债券合计是219亿美元，然后219亿美元加上5.9亿欧元，加上7.23亿新加坡元。它的发行机构主要是它在海外的子公司，叫华融国际。华融国际是华融集团在海外的离岸投资融资平台啊。那么它其实它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啊。2018年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华融国际亏损了72亿元啊。那么随着这个境外资产加速处置，华融国际的这个资产质量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那么加上它的杠杆率非常高，2018年达到91%，它的偿付能力有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是什么？问题最关键是华融国际借的债并没有得到它母公司华融集团的担保啊，它只是附有一个友好协议啊，叫维好协议啊。维好协议呢，这个结构达到了多少？212亿元，212亿美元。这件事情海外投资者很担心，为什么？因为之前方正集团它的子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借债的时候，它也没有母公司担保，它也是个维好协议啊。维好协议就是我知道这个，我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啊，那么他借债我是知道的，它只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没有说我担保，他还不了我来还，他没有这样的协议啊。所以其实当时方正也是一个这样的维好协议，然后方正最后怎么样？方正最后不认了。我印象中是最后不认了。那么华融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海外投资者当然很担心啊。4月27号，这个月的27号，华融将会有一笔6亿新加坡元，面息3.2%的债券到期啊。市场现在关注它到底能不能还啊？那么这笔债券的这个最新的成交价是 92.38， 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 5.85% 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华融集团到底会不会破产啊？因为它的坏账，它其实它的隐藏的风险是非常的大啊。然后这个财新网写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倒不是他的社评，是他的算是一个短评吧啊，给了一个说法。他这么说，他说华融能不能破产？问曰为何不能？
华融并非银行，涉及的自然人投资者并不多，基本上都是机构投资者。那么如果破产，会比银行好办得多。华融目前总资产17000亿，并非央行认定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啊，系统重要性机构就是4大银行、6大银行。那么他说，既然赖小民时代以市场化手段制造了巨大的不良资产，无法自行消化，但也应该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市场化则意味着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股东需要以净资产来填窟窿，再增发或者引进战略投资者来补充资本。如果股东层面解决不了，资不抵债，推进债务重组乃至破产，也是一种可能的结局。但华融毕竟不是普通的企业，而是一家中央级的国有金融类企业。那么上个世纪承接工行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而设立，2006年逐渐成为综合性金控平台。那么大股东是财政部，持有61.25%，资本金占总资产的8%，主要是以主权信用担保融资来发展业务。华融自2014年7月在海外发行外债，迄今超过230亿美元。他说，那么华融约有1万亿，扣除华融湘江银行，华融约有1万亿资产规模。那么一头对接了银行、信托、保险多家金融机构，另外一头对接了这个实体企业，这使得华融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系统性的重要特征，怎可轻言破产啊？这是财经的观点。不管破产与否，华融迟早要接受对过往违约行为的财务硬约束啊。那么，然后他就说，华融如何大破大立？他说，大破并非强行债务重组甚至破产，而是指实事求是的厘清资产负债后，制定切实的重组方案。大立就是基于在海内外中资不良资产处置的需求已经过万亿，华融需要真正建立不良资产处置的专业能力啊。达到这个目标，要得到股东的支持、投资者的谅解，如果有必要，可以私有化退市啊。这个说法成立吗？我看未必啊。为什么？私募基金高商资本董事长邓浩啊，这是投资界蛮有名的一个人。他这么说，他说大而不能倒，在中国似乎早就已经过气啊。像华融这样的体量巨大而且庞杂的主体，仅凭财政部持股比例大就认为违约风险不大，这个逻辑有点危险。之前就像银行这样关系到储户和金融市场的主体，都操刀破产重整解决问题，所以认为它不可能破产，是把问题想简单了啊，这是最大的风险来源啊。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有2点啊。第一点，它能不能破产，要从华融集团的政治谱系找答案啊。华融集团的大股东是财政部啊，但实际操作是银监会。你从它的主要的干部都来自银监会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真正操作的是银监会，银行系统，大股东是财政部啊。那么银监会的主席是郭树清，当红辣子鸡啊。那么财政部的部长是刘昆啊。刘昆是谁？刘昆是何立峰的同学啊，同班同学啊。那么何立峰是谁？何立峰是习近平的心腹，是发改委的主任啊。那么中投是财政部的直属机构，
但是它业务归人民银行管理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就非常的复杂啊。如果有一头相对强势，另外一头没那么强势，那这件事情就好办。现在都很强势啊，所以这里面这个协调利益啊，那么理顺这个政治关系难度有点大，我估计这个周期会有点长，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华融不重组，那么就给他一点钱，让他继续运作，这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包袱。你想一下，他借了15000亿，是17000亿的总资产，这是个大企业啊，后果也非常的严重啊。就是当有一天他真的，如果你现在给点钱给他，让他运转下去，过一段时间他又不够了，这个洞有多大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这件事情，华融到底会不会债权违约，或者华融集团到底破不破产，其实已经不重要啊，不重要。重要原因是什么？因为华融集团现在其实它只是推迟了这个财报，就是去年财报，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危机现象，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雷要开始炸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本身才是重要，就是华融事件本身的影响，而不是事件本身更重要。影响在哪里？这个影响你可以看啊，通过华融集团这件事情，西方媒体开始报道，开始挖这个事情背后的东西。以前从来没有人挖，不挖，为什么？只说中国市场蓬勃的市场非常好，这个国际投资者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每年现在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3万亿人民币啊，还每年还在增加。然后你看所有跟中国金融市场有关系的，都是不断的有各种指数把中国的国债纳入指数当中，不断的有这个事情发生。这些东西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不说。现在开始说了，现在开始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的投资者、国际投资者开始警惕中国市场的风险。这个中国市场的风险被说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开始讲，为什么现在说，之前不说？他完全不知道吗？不是的，他知道，都知道。彭博不知道，华尔街日报不知道，他们的记者在中国已经待了多少年？待了10年以上，好吗？他们对中国市场的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些情况门儿清啊。他们为什么不说？为什么现在说？关系不好了嘛？关系不好就开始说了啊。然后呢，当他们开始讲风险的时候，他们开始讲原来中国的企业，你看中国的企业，他们发展的这么快，其实不是靠经营，靠借钱买资产膨胀起来。原来是这样。那结果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原来的情况是，只要政府背书啊，或者只要是国有企业规模够大，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卖点，它的这个信用成本是可以下降的，可以降低的，它可以用很低的利率去借钱。原因是什么？风险低。所以原来国企政府级别越高，高到哪？高到财政部啊，它的风险最低啊。企业越大，风险也越低。政府给这个企业做的背书越强，这个企业的风险也越低，它融资成本也足够低。就像华融是这样。等华融这件事情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也好，国企也好，都成为毒药啊，都成为一个坏的因子。那么，正如这个彭博社刚在前面讲，华融债券下跌彰显了
这个全球第2大信贷市场的历史性转变。这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市场在西方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开始转变了，真相开始出来了。真相原来在吗？原来在。他们知道吗？知道，不说而已。为什么？挣钱嘛，都可以挣钱嘛。因为不管这个其实这个标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个行为。我通过这个行为能挣钱，关于这个标的有多烂，我就不说了一坨屎都不说了。然后发现不行，这关系坏，关系坏就开始说真相。这个影响在哪里？这影响非常大。中国呢，从2016年开始引入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2个市场，一个是股票市场，一个什么？一个是债券市场。债券市场主要是去国债，股票市场通过 QFII 进入这个股票市场。那么这两个市场成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的目的地。那么这2年，中国不断的把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通路越开越大。越开越大的原因是什么？越开越大的原因是内部的资金已经不够了。原来借债借到头了，我都讲中国不是靠生意壮大，是靠借钱壮大。借到后面借不动了，借不动怎么办？各个窟窿就开始往外跑。借债是个什么？借债其实中国这种借债发展的模式就有点像这个庞氏骗局，你必须越借越多，你借了后面还得还前面，就越借越多，越借越多。如果当你借不动的时候，这很多问题就会往外跑。你说债券违约是讲的是什么？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因为你很多借来的钱放到了一些没有效率的项目。这个时候什么叫没有效率的项目？就是不能够产生现金流，就挣不到钱的项目。那你不断的做没关系啊，我还能借钱，就不断的在做。不借钱没关系，我就填进去。但是当你借不到这个钱的时候，你赔钱的项目就开始出现动了。那中国是为什么这2年从18年开始，中国开放市场开放的速度越来越大？原因是什么？中国指望什么？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用国际投资者的钱来填这些窟窿，不断的填这窟窿会越来越大。你看债券违约的规模越来越大，讲的是中国经济这窟窿越来越多，因为那些钱不是自己的钱，是借来的钱，借来的钱做的项目赔钱，那你结果还不上不就窟窿？那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西方的关系一翻脸，西方媒体就告诉大家，我们不能把钱投到那里去，因为那是一坨屎，不是资产，不是能挣钱的资产。当西方的媒体都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会把钱放到那个准备投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基金里面去吗？你就不会这么干了。当大家都不这么干的时候，钱就不会往中国的资本市场流动，那这个窟窿就会爆，就是一个这个影响。这个影响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华融集团这个万亿风暴来临的这个题目的原因啊。华融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爆，但是在它没有爆之前，西方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引发了什么？引发了西方的媒体关注中国的增长模式。中国的增长跨越式的增长模式其实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债务，而这个债务到现在就借不动。这就是今天我们讲这个主题的根本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个。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再次道歉，我们今天又迟到，而且今天大迟到
迟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内容太多了，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个1月5号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就是关于华融原来的董事长赖小民的专题。赖小民当时是判死刑，那么我们做过一个专题，那么有很多的内容跟今天的内容是有关联所以我们就慢了一点现在向大家道歉。那么我会尽量的保持我们的直播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做完，我也不会匆忙的开始我还是会把它准备好再来开始，所以我先跟大家道个歉，好吧？好，那我们进入互动互动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明谢 Harry 冯，谢谢 TT， 谢谢 Jack Han， 谢谢 Helen， 谢谢。情况在王生说之前2天，我常看的英文经济新闻版已经推送了这个新闻，而之前很少推送中国新闻。管中窥豹也可以看出英文媒体的风向正在变化，非常正确。西方开始，就是西方的这些财经媒体已经开始不只讲以前只讲好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调子已经变了。提问：华融这次万亿级的债务是否会破裂？是否会让这次债务风暴蔓延到其他的企业或者是金融公司华融作为一个资产管理公司那么它的债务破裂一定会蔓延到其他的公司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它是个非常庞大的机构，所以一定会蔓延到其他公司。如果它的债务我们叫资金链断裂的话提问一直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是个巨大的经济毒瘤，现在看来财政部所属的资产管理公司才是恶性的隐患。请问王老师，这样的隐患会威胁到这些国有银行的资产管理风险吗？是否抛售他们的理财产品？反正我一直觉得不应该持有现在的中国境内的任何一个理财产品都不应该碰，都不应该碰。大家记不记得去年11月10号，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去年，就是说政府信用的破产已经在去年11月份已经发生。当时是这个叫永煤债券11月10号，应该是11月10号，我记得没错11月10号永煤债券违约永煤债券是永煤是河南的2煤1钢，河南有3个核心国企，叫2煤1钢，其中1煤就是永煤。永煤集团债券违约，永煤集团债券违约其实是中国债券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就是说，在永煤之前，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就是政府背书的国有企业是安全的，他们不会违约。但是永煤集团这件事情就让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叫国企神话破产，当时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这个风潮当时已经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在国内政府信用已经破产了，那么华融集团是让政府信用在海外破产这2个破产意味着什么？国有企业举债会越来越困难国有企业举债越来越困难，对中国地方政府，其实核心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来说，他们的打击非常的大。为什么？地方政府其实是靠举债度日，现在已经是，如果它的融资平台债券市场是一块，银行已经借不动了，债券市场还能借，
但是如果你这块政府信用破产的话，它在债券市场也借不动啊，这是非常危险。所以他们的理财产品，我一直强调，在中国不要买理财产品，不管是哪家公司的理财产品都不要碰，因为它里面全是装的就是华融这样的机构的。华融这样的机构在国内放的这个资产包里算优质资产，开玩笑啊！提问：华融这样的公司跟海航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不同，它们本质是不同啊。华融是国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国企，是中央级的国企。海航是外企，私人企业，所以这个有什么不同？完全不同，没有相似之处。不过他们相似之处也有相似之处，就是举债扩张，这是他们相似之处。当然，海航跟王岐山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海航的扩张是因为王岐山在后面支持他，所以他基本上是个白手套啊，所以他就去跟银行借钱，然后就买资产，不断的膨胀。华融它是国企，国企就是赖小民他也是利用政府，他是用政府的信用来借钱，举着我是财政部的公司，然后跑到市场上去借钱，这市场政府的机构是吧？啊，那借贷成本就非常的低，然后他借到钱以后，他就去投资啊。他们有共同性，这是他们共同性啊。提问：中共是没有市场经济运作的，中共国的债务如何抵消？什么意思？我不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抵消还债啊？还不了的债就叫债权违约。那么，如果你是一家企业，你跟银行借债啊，那么借了钱以后你还不了怎么办？还不了就破产呗。那么债权违约也是一样，债权违约你在债券市场发行债券，其实呢就是信用债，信用债你只是举了一个名字啊，我把我的公司的情况告诉大家，哎，我要借钱，你买不买？大家一买，哎，我就收到钱了。那借不了怎么办？借不了就谈判，谈不成怎么办？破产，没有什么，就是一样的。债券违约也是会破产啊。中国的国债市场是否是一个庞氏骗局？国债市场到目前为止没有债权违约，所以你说它庞氏骗局没有依据啊。提问：四大行剥离不良信贷资产时，我刚进银行工作，当时我就在想，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不良信贷资产，这些陈年旧账、烂账，最终会怎么样处理？最终是由国家买单注销吗？国家买，大家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你是银行的，对吧？你的银行怎么买单注销？没有买单注销。国家是什么概念？国家就你要么就是财政部呗，要么就是人民银行呗啊。如果你是银行工作的话，你这个问题提的不专业啊。资产管理公司它最后是它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它有资本金啊，那资本金就是给他一笔钱做这个生意，做这个生意呢，可是呢，他要去买那个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理论上来说会以10%左右的价格买，因为你是不良资产，或者是25%啊，10%到25%，这是通常的操作。结果为了让这些银行的账面上好看，就原价买，就是100块钱资产，100块钱卖给他，这不神经病吗？就是在中国就没有这个。但是呢，怎么办呢？我没有你这样的话，我肯定会破产的呀，因为你是不良资产。我是资产处理公司啊，他没关系，我借钱给你，你来处理。这个工商银行借钱给这个华融集团，华融呢再用借的钱跟他买资产，大家都捆在一起，其实差不多的。
国家注销，我们为什么天天都想着国家来注销呢？没有的，没有这回事，国家才不理你这回事呢。国家国家是干什么？国家是滚刀肉，他永远从你兜里拿钱，他才不会管你这些事情。你想是不是？观点：美国的基金经理跟投资代理人把来自全世界的资金集中在一起，根据富时罗素投资海外市场，包括中国国债。而华融这次风暴敲醒了美国的投资代理人，资本回流到美国，中国市场的企业现金流断裂，会引发大量的债券违约，导致中国市场系统性金融危机。没那么直接，没那么容易发生啊，这里面没那么简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们就不用做这么多期节目了啊。第一个，富时罗素还不是最大的富时罗素不是最大的指数，有很多很多都是根据这个指数来投资。它通常投资的是什么？通常它不投资，通常是投资国债市场国债市场是政府债我们叫国库券，国库券是由谁来还？中国财政部还。到目前为止，中国财政部还没有不良记录，所以到目前为止，就算是资本回流到美国，中国企业跟中国企业关系不太大，跟什么有关系？中国资本流出中国市场，你说的这个有关联，但不是这种关联。当资本流出债券市场的时候，债券市场的利率会上升，当利率上升的时候，对中国的企业就有影响影响的模式是这样。提问：既然有财政部这样的大股东，大家还担心华融破产带来的损失吗？破产怎么会没损失呢？你想一想，破产怎么会没有损失呢？我是大股东，我对这家公司的承诺是这家公司的资本金承诺，超出资本金的。什么叫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就是我用资本金来承担对这家企业的承诺责任，这家资本金用完了，我的责任就完了，所以超出这个资本金的范围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你以为大股东是财政部，他就一定就没有损失，我就包底没包底。实际上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是什么？就叫责任有限公司。责任在哪里？责任就在于资本金就是他的责任。我把资本金往这一拍，我的责任就这么多，这叫有限公司提问：观点：借债还债，用高于市场的利润吸引投资者。当投资规模达到最大化时，后面的白手套开始收割，一破产便诞生数百个亿万富翁，这就是庞氏骗局。OK， 提问：像恒大那样逼债权人债转股吗？那我不知道他的方案是什么。情况10年前第一次关注经济话题，就看到移民国外的前银行员工发帖说，中国的银行早就烂到透了。越大的企业，越大的国企，越大的国有银行，它的后面的账就越难看，越可怕。观点：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高负债的经济模式导致高房价的情况，限制了人口发展。但是人口问题不解决，地产等相关问题又无解，房价下降也会导致地方经济崩溃的风险，基本无解。唯有产业转型提高生产力。但是现在国际环境高新技术基本封锁，国内所谓的技术研发大部分是骗补贴的。在科研单位工作过的我深有体会，综上所述基本无解。好吧。提问：
请问这种极端杠杆的经济成长模式是中国特有的吗？至少在房地产业，以台湾为例，那些大型建商都是满手现金，财力雄厚。香港好像也是这样。所以当初听王老师说中国房企都在拼命举债借钱的时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出乎意料没有之外，出乎意料之外就意料之中。所以记住，出乎意料就好了，不要之外。这种极端杠杆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经济体，叫什么？叫土耳其啊！你去看一下土耳其，土耳其就是一个较小的中国，它的模式也是一样。土耳其也是一个这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国家，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没有人帮助他，他就使劲借钱，搞基建，搞投资啊。所以他的机场，就是土耳其的这个首都的机场非常大，非常大的机场，他现在也遇到，他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大家去看一下土耳其，就是中国。如果中国罩不住，中国的这个债务罩不住，就是下一个土耳其啊。观点：希腊债务危机来临，希腊总理和上层社会没有受到影响。同样，中国危机来了，倒霉的还是韭菜。这句话很常用，谁都要倒霉，谁说光韭菜倒霉？赖小民不是被枪毙了吗？谁说光韭菜倒霉？都倒霉啊！不要我们一张嘴就是最后一句结尾，倒霉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啊！永远说这句话，我觉得不是事实。这条船沉了，船上所有的人都得一起死，没有区别啊！你说啊，那些人已经离开了，离开了，离开了他怎么挣钱啊？观点：今天央行发文一句，东南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发热烈和对立的讨论。我看了原文，只是简单一句，但是微言大义下可能引起反右再现的危机感。现在国内已经在做危机公关，所谓和谐社会，结果男女对立、南北对立、文理对立、代际对立，处处在矛盾当中。这样的国家越想靠强力内部统一，越会反抗，很可能只能转向外的输出愤怒。啊，这个社会这么简单吗？啊，向外输出愤怒。文科生太多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嘛，好吧？我是文科生，看来我离开是对的，要不中国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你说是吧？观点：从赖小民被处死就已经说明所发生的事情是何等的严重，而不仅仅是因为他捞钱的数字，非常对啊！枪毙他是解决华容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让他背上。我认为华容是有可能破产啊，有可能破产。为什么？因为赖小民被枪毙了啊，枪毙赖小民，因为通常中国的贪官不毙的，但是为什么赖小民要枪毙呢？我当时也不理解啊，就是为什么赖小民要枪毙的钱贪污多少钱非得枪毙啊？而且赖小民还退赔啊，把钱退了，为什么要枪毙呢？你现在一看华容问题爆了，华容问题一爆，你就可以理解，你把所有东西让他背上走，就让他破产呗，反正让他背的了。这件事情有背锅的人他是有可能破产。就是说，从赖小民被枪毙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华容破产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我不同意财新网的看法。观点：中国应该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在炒房，现在想弯道超车，基本都翻车了。参考武汉红星啊 ，OK。观点：国企美元债破产，
会导致类似的企业债的评级降低。当评级低于 BBB 的时候，该债券会被指数剥离，造成对该债券的大量抛售。观点：为共产党卖命的人很聪明，共产党这条船还能走，船上有吃有喝，他们是一船人，哪怕是船上的肉少点，酒少点，还是一船人。一旦船有漏水，有沉船的风险，船上的人都要各奔东西，弃了共产党这艘船。那为什么马云不走呢？这个问题是问题吧？都很聪明。那为什么马云不走，马化腾也不走？叫什么？那个谁？这些人都不走呢？你想一想，他的钱够了吧？他为什么不走呢？提问：现在很多人对中国的未来形势盲目乐观，请问王老师，中国经济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大约什么时候会体现出来？那我掐指一算，掐不出来，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的话，你看像美国有很多那些很有名的投资者，就是因为当初预报了这个叫什么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有几个投资者很有名，因为他真有一份报告出来，美国要发生危机了，发生这个次贷危机，所以他就出名了啊。我还做不到，我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情况：今天北京下午3点再次起沙尘暴，满身都是泥点。母亲来北京旅游，去天安门和故宫，女安检员看每个人都像坏人一样，从上摸到下，不经过别人允许就开包检查，真想骂他们。在敏感地区起争执，又担心被寻衅滋事，看降国旗原可以在四周栅栏外观看，现在统一推到50米一排，真不知道他们怕什么。要不是母亲来，我真不愿意来这地方。情况：我们这里绿地投了80多个亿，花了10年盖了2个号称西北最高的烂尾楼，至今周围还有10来栋烂尾楼没办法处理，盖好的写字楼也是空空如也，没企业没人。今年又盖了个号称最高的丝路明珠塔，从今年初到现在又没动静。周边粗略算了一下，起码有200-300亿的烂尾楼。水涨船高，水落石出啊！现在就是水落石出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观点：到东北时看到黑土，渤海湾还有矿产资源，日本人留在东北的资源比台湾还多。论遗产、自然资源，东北比台湾好太多。如果不是计划经济锁国，日本当年产业转移应该会先到东北，而非南韩和台湾。我台湾与东北比，台湾不才，然台湾置于自由市场，成为经济典范，何其有幸；东北置于国有垄断，成为经济悲歌，何其不幸。而以不才胜有才，又岂不哀哉？讲完后，我东北朋友都快掉眼泪了。情况：几乎每个地方商业银行都有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用来打包处理不良贷款。银行给这家公司提供贷款，按账面余额购下不良资产，政府担保，这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就一下降下来，然后就不良资产就变成表外的。提问：现阶段教育部一波减负，就近入学，又导致学区房价格攀升，周围的人又都说有能力就买，买了不吃亏。请问王者，现在还有必要为孩子置办学区房吗？好问题。你去看一下上海，再看一下北京啊，上海的学区房的下场是什么？北京的学区房的下场是什么？然后你再考虑你需不需要买学区房学区房基本上我们通常来讲，划分学区，划完之后通常不改，为什么？因为这是
划学区其实对政府来说它是有个承诺的，就是说我这个地方这个学区划完之后，在没有得到居民同意的情况下不能乱改，为什么？因为你会改变房地产的价值。那么如果你在比如说你在美国，你重新划这个学区，如果没有得到居民的同意的话，那么居民会去告你，因为你影响他的房产的价值。因为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要付出比其他地方更多的价格，然后你改学区导致我损失，我一定去告他。但在中国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中国政府任性，他随便，他今天高兴就这么弄一下，明天高兴弄一下，老百姓损失他根本不管，你也管不了，你也没办法去找他赔。所以政府是没有信用政府没有信用，你敢相信他吗？就是说你用学区房的价格买了一个老破小放在这儿，准备你的娃去读书的时候用，可是你娃现在才3岁，等他到6岁3年中间的时候，政府重新划分学区，那老破小变成老破小，房价跌了一半，你怎么办？这个问题你不觉得是个问题吗？是问题，所以要考虑这个因素。我没办法给你什么建议，我就是告诉你有这样的事情，北京发生了，上海也发生了，那你那个地方发不发生我就不知道，好吧？你考虑一下。观点，王老师不必道歉，节目需要事先准备，保持质量无可非议啊！谢谢你的理解啊，谢谢啊，谢谢。明谢 Sophia 宋，谢谢。Pick Pick Pat， 谢谢。Thora 和，谢谢。杨林红，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